人才，都是人才。那好人才怎么都投入了共产党呢？哎，话要这样讲，有人才，共产党才能成为共产党。那我贺龙还不是共产党，我申请了，他们也不批。但是我冲着周先生，还有你们几个兄弟，看来这条路我要坚持走到底。报告，部队集合完毕，开吧！是。出发。叶挺和贺龙已经开到九江了。是的，他们的旗号上打着“东征讨蒋”，这正是汪主席的指示。我们坐镇庐山，就是要针对这两个，把他们请到山上来。我要亲自会见他们，好好谈谈。已经叫过一次了，不来，那就再请。毕竟，你是他们的总指挥嘛。如果中山先生还在，应该不愿看到这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已经过时了，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他们的。只要他们离开部队到山上来，那就好办了。拉贺龙的去路。贺军长，千万不可上庐山，这里有信。哼，这所谓的美男子汪精卫想搞鸿门宴，老子是干这行当的祖宗。贺军长，请您跟我走。这。汪精卫不敢明着解除你们的兵权，是怕引起哗变。庐山会议是个圈套，只要你们离开部队上山，那就相当于林教头误入了白虎堂。老子才不愿意唱这个风雪山神庙呢。接下来怎么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股同心归水泊。这出戏我最愿意听。这次不是让你们听，是让你们唱大戏。不要去理汪精卫和张发奎，大军直开南昌。恩来在那儿等你们。注意精神面貌。苏乙班长，请您一定放心，同志们，唱！大刀别抢，大刀别抢，诸君。不成，此次出川都是千难万险吧？嘿，这路走得多了，就不知道什么是难，什么是险了。这以后这条路啊，可到了爬坡的阶段了。你我两个四川老乡，一口锅里搅饭勺，默契得很。将来等着队伍壮大了，你我必定会各自席卷一方。哈哈哈！但是还有一个四川人呐。西咸最近有消息了，这西北军清党的过程中，对于共产党人的态度是礼送出境，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沿途那些反动派就很难说。但愿吧。等西咸在西北军播下的火种，将来必然会燃烧。这个张发奎是没用的，汪精卫更加没用。汪先生既然已经通电进贡，就说明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个汪兆铭啊，
也只剩下了这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了。不用理他，堡垒是可以从内部被攻破的。已经有不少武汉方面的将领向南京投诚，汪先生的这个烂摊子很快就会垮掉。你不了解，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叶挺、贺龙，还有那个周恩来。南昌，弹丸之地，何足挂齿。刘秀云台28将得天下，秦王凌烟24人扫中原。聚在周恩来旗下的人才实在是太多。不过，终归会由我来收拾这个摊子。等我出马的那一天，一定会是强虏灰飞烟灭。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哦，东边是蒋，西边是汪，南昌城刚好是他们实力最薄弱的地方。这周边各军相互猜疑，各怀鬼胎，短期内形不成合力。南昌城驻军不足5000，我们掌握的部队已有2万多人，有绝对优势。南昌起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南下汕头港口，共产国际会派船支援我们，起义军可以借机杀入广州，养精蓄锐，发动第2次北伐。好，不成，来谈谈作战计划吧。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火车站的守兵并不多，但是在起义初期，必须及时镇压，彻底切断敌人向外求援的唯一出路。剩下的这些摧枯拉朽，不在话下。马回岭方面我来负责，绝不让九江的援兵过来。从参谋作战的角度看，有几成把握？如果能够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有9成把握，5成我就敢干，7、8成就打大胜仗。那也就是说，还有失败的可能。对，你们看啊，这重锤砸核桃，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可以把他们砸得粉碎。但是我们切记一点，绝不能耽搁时间。城外的敌人虽然派系林立，但我们也要有所防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教导团呢？已经分配了战斗任务，并且很重，但卢德铭的警卫团还没有赶到南昌。我们去请一位老朋友，有他在，又填了3成力。这加起来12成力了，南昌城是咱的了。玉阶兄，看看谁来了？不成，恩来，朱德同志，恩来，你怎么来了？柏林一别，已经是几个寒暑了。是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好几年了。朱德同志啊，你胖了。经久不起，病里肉生，岁月蹉跎，老将至矣。不上马，不提枪，存一些好酒在这南昌城里，颐养天年喽。这些话呀，要是经常听、经常说的话，恐怕你自己也就信了吧。你我不信，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信了，是最好的。特派员大人，你这广州搞革命，又到南昌搞革命，这命格的还真是没完没了。哎呀，你们女人管那么多干嘛？帮我伺候一个人，20军的赵福生。他早就把我给忘了。那你就用你的手段，让他把你再想起来。
你还真舍得把我让给别人？恩来，任务很明确，我晓得怎么个搞法。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枪？几百个。几百？嗯。城内敌人数千，城外有好几万。我和恩来可是打过保票的，你一个朱德要顶一个师用啊！一个师，一个军也没问题。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很清楚。起义当晚，我把我认识的营长、团长叫到这里来喝酒，只要你们打响，我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几个团群龙无首，打起来可就顺手多了。好，我们智取。这钱我不能要。表哥给你的，你就拿着嘛，拿着嘛。听你的。我听说做军官威风得很，没想到这么辛苦啊。我就是个粗人，以前跟着贺胡子有酒有肉，我想干嘛干嘛。去年换了旗，纪律严，没有油水，他居然要拿着枪毙了跟我们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哼，他有一天会不会也毙了我？我理解兄弟的苦衷。既然是表妹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福生，你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到党部来找我。表妹，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们好好聊。猴儿，你在上海是过了瘾了啊！这回看我露露身手。我憋着一肚子火呢，正好拿南昌的敌人好好出出气。静茹，你的伤刚好，做预备队吧。哎，舒昌，从打淡水开始，我什么时候落下过？你呀，做好预备队啊！我呀，只要是干革命，做什么都成。苏玉，苏玉，到！一定把外边那帮女娃娃给我看好了，一旦战斗打响，别乱跑，伤着一个，唯你是问。我不干，拿条枪我也要上去打，我要当英雄。你才20，先看看我们怎么作战的。这辈子干革命，你要打的苦仗会很多，先把我们的本事都学了去再说。啊，放下。哦，对吧？同志们，张发奎没有明确表态，绝对不能贸然行事。起义计划已经决定，就不能更改，这样反反复复，必然会影响士气。不管张发奎上不上车，我们都得照常发车，一刻钟都不能等。恩来，这2万多人是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兵运的结果，也是党唯一的武装力量。一旦失败，多年心血化为乌有啊！兵运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只有通过起义和暴动，才能够把敌人的队伍变成我们自己的队伍，才能把辛苦的兵运工作化为有形的结果。不起义，那才真的是多年心血化为乌有。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总前卫决断大事的权利是中央政治局授予的，国际顾问团对此毫无异议。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却突然一道命令下来，告诉我们立刻停止，朝令夕改，要我总前卫何用？你总前卫也要听共产国际的。好，既然如此，那就请国际就地罢免我总前卫书记的职务。贺军长，这是我们党内的会议，你又不是党员，
谁也拦不住起义，谁也拦不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外的同志热切地盼望着加入我们，带领全军起义；而党内的某些同志不顾全大局，仅凭个别人的几句话就阻挠起义。国焘，这符合你入党时的初心吗？平心而论，我是支持起义的。在武汉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出来表态的。你们都在场吗？中国的革命需要国际支持，但是不需要什么太上皇。如果有人敢胡乱的发号施令，视全军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视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于不顾，我第一个打倒他。蒋介石背叛革命，汪精卫背叛革命，南昌暴动是我们唯一的抗争机会。如果轻易放弃，中国革命万劫不复。恩来，我就说一句，这个起义到底是搞还是不搞？如果不搞，我带着我的弟兄们自己搞。何军长，你正在申请入党，要听党的指挥。是。李三、洪派，你们的意见呢？坚决起义。好，现在由总前委5位委员举手表决。同意起义的，请举手。算我一个。表决通过。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总前委有权决定暴动的一切，5位委员态度完全一致，毫无异议。以后要追究责任的话，我周恩来承担全部责任。今夜口令：河山统一。河山统一。赵副营长，各部换军装，今夜不许穿棉衣。今晚有行动，还用问吗？拿着，记住口令：河山统一。火车开到什么位置引爆？听我的命令，绝不能放过一个敌人进南昌。其实，还不如我们组织兵力偷袭庐山，把王精卫、张发奎全都给抓起来。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先得把眼前这一仗打好。战斗打响以后，跟着我就会上任。捡条枪，我也上去打。你是女同志，好好看看怎么作战。这辈子干革命，你要打的苦招会很多。记住，把我们的本领都学了去再说。跟上。我找陈先生。福生啊，表哥，他们要暴动啊？怎么会这样？怎么样？2次师已进入前进地域，看好。朱德已经控制了敌人好几个团长。好，全在咱们意料之中啊！布龙，怎么样？小子，你帮了我吧。2军队伍全部部署到位，但是消息走漏了，我就知道。怎么会
会出这种事儿。我建议取消这次起义，我们重新开会，调整部署。那怎么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消息已经走漏了，你想过后果吗？起义不能取消，但是可以提前。恩来，你这是在冒险。我是总监委书记，出了事情我负责。恩来，到底怎么办？下命令吧。我们把起义的时间提前2个小时，发射3颗红色信号弹，起义开始。3枪为计，明白了吗？明白。做好战斗准备。干！倒车，倒车，快！是张发奎的卫队，可以帮忙这个总指挥。清扫战场，回南昌城，跟主力会合。是。战斗进展顺利，告诉他们，务求全胜。是。贺龙也上去了。这样的同志才配做真正的党员。没有人了。哎，你留守，咱们先离开南昌城好不好？以后再找贺龙算账好不好？哎呀，别生气了，快走吧！别生气了，快走吧！绝缘待命。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周恩来等人发布之中央委员宣言：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三、共同努力为革命绘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4. 在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5. 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懦态度，需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昭号天下，唤起民众。6. 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弊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7. 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广州方面，李济深来电，问该怎么办。听他的，我下棋。中央委员会宣言影响很大，反动派看了心惊胆寒。这一仗打得痛快，缴获敌人各种枪支5千，子弹70余万发，俘虏就好几千。周围反动军队正向南昌起义，速度不是很快，但正要形成一个包围圈，久守不利啊。恩来有计划，听他的。迅速打扫战场，举兵南下，占领潮汕，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然后杀入广州，重建革命大本营。好，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减免赋税，减免赋税，建立乡村政府，建立乡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废除苛捐杂税，打倒一切叛党腐败的反动派，打倒一切叛党腐败的反动派，建立乡村政府，建立乡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废除苛捐杂税。快请进。你好，头发长，个子高，准是毛泽东。你是邓小平。小平？哦，蔡和森跟我提起过你。恩来兄也对我说起你的不少事情啊。走，上2楼。啊，谢谢。政府对资产阶级还有国民党估量实在是太高了。革命，共产党应该是革命的主人，现在呢，变成客人了。陈独秀同志现在已经停职了，他不是没有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只是对敌人的警惕性太弱，白白失去了时间和机会。这个挫折啊，是新的起点，不是革命的终点。说得好。恩来他们发动南昌起义成功，现已南下广州，就是要撇开那些反动派和骑墙的机会主义者，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嘛。可是这谈何容易啊！刚出城就跑了1个师，这一路上敌人的兵力已经超过了10万呢。理想主义要不得。既然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就绝不能回头。国民革命可以有牺牲，但绝不可以放弃。不仅是国民革命，大革命，大革命，既是国民革命，又是工农革命。国民革命不仅是国民党一家的革命，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工农大众的革命。而且我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时刻准备着能够参与和领导武装暴动，以农民的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府，从而建立一个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也不仅是工人阶级，工农，既要有工人，还要有农民。现在反动派在农村杀人杀得厉害，而我们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加剧，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哎，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这死了那么多人。所以，今后我们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没错。各位，我们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共产国际同志的意见吧。Симхачин, услышати, нет. Я заявляю, что Коминтерн признает Бородина и Чендус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ошибки в ход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我宣布，共产国际认为，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对这次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负有严重的责任。现在正式罢免陈独秀同志总书记的职务。党中央的工作由瞿秋白同志和李维汉同志2位负责，立刻贯彻会议精神，展开全面的斗争部署。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87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润之，润之，润之，秋白，中央要迁回上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损失特别大。组织部就是管人的，我认为需要加强。你之前从事这个工作，按照我的意思，这一块还是由你抓起来。我这个人呢，住不惯上海滩的高楼大厦，喜欢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你可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呢，也是党内的老资格，这块由你抓起来，还是可以服众的。现在下面的工作一团乱麻，每天都在死人。我要回湖南去，刚才会上已经决定了，给我特派员的名义，趁着秋收时节，到湘赣边组织秋收起义，抓住枪杆子，杀出一条血路来。润之，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跟我在这装糊涂啊？湖南你还回得去吗？湖南地辱乡绅，恨不得抓你去点天灯，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名气很大，目标也很大，长沙方面有人悬赏几万大洋要你的人头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回湖南，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呢，就是不信邪。润之，听我们的话，真的不能回去，我们是为了你好，真的。谢谢。但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此去千难万险，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秋白，城里也很危险，你们也都保重。
夜深了，守常，我又来看你了。几个月来风云突变，工农受禄，苍天有泪。你走了，我活下来了。我老了，身子又弱，让年轻的同志闯一闯，兴许会能创出一片天地来。